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。公元前50年左右，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斯提出了一个跨越了2000年的思考，称为标枪论证。卢克莱修斯说，假设有一根标枪，它永远直线飞行，会不会有一天飞到宇宙的边界呢？这根标枪是被宇宙边界弹回来，还是刺破了边界继续飞行呢？如果标枪刺破了宇宙边界，宇宙的外面又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思想实验，乘坐一艘超级飞船飞向宇宙的边界。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，结局会让人非常震惊。在进行这次旅行之前，我们得先花点时间介绍几个基本的概念，分别是光速、中曼效应和宇宙世界。讲清楚这3件事儿，对星际旅行就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。首先讲光速。光速是一种蜗牛般的旅行速度。大家会说，不对啊，光速是宇宙速度的上限，每秒钟高达30万公里。这么快的速度，怎么说光速像蜗牛爬一样呢？那是因为参照物是不同的。我们眼睛里看到的任何东西都取决于光速。比如2个人面对面的聊天，你看到的图像其实是3纳秒前的图像，是一段历史。之所以感受不到延时效应，是因为3纳秒太短了，人类的感应系统根本分辨不出来。但如果把光放到广阔的宇宙中去，光速慢就非常容易体会到了。比如太阳到地球，距离1.52亿公里，太阳光到地球需要8分多钟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的太阳其实是8分钟之前的太阳。多说一句很有意思的事儿，根据对引力波的研究，引力的速度与光速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，也是每秒钟30万公里。这说明地球感受到的太阳引力也是8分钟多前的。假设太阳突然消失了，太阳系的各大行星还会围绕着空心的太阳旋转一会儿，然后从最近的水星开始，金星、地球从内向外，一个接一个的失去太阳的引力效应。所以我们不能说光速是宇宙中的最高速度，只能说之一。光速与引力波同为宇宙中的最高速度，但是光与引力波不是同一个性质的东西。光速是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，而引力波是引力作用产生的空间扰动。光速与引力波为什么同为30万公里每秒，直到现在仍然是个谜。接着说光的乌龟速度。离太阳系最近的恒星叫比邻星，距离太阳系4.2光年。比邻星发出的光需要4.2年才能到达地球。目前人类观测的最遥远的星系之一称为 HD1， 距离地球134亿光年。HD1 星系很可能是宇宙中最早出现的一批星系之一，大约在大爆炸之后4亿年就出现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 HD1 星系是134亿年前的样子，说明相对于广阔的宇宙空间，光速的确很慢。但是对于人类来说，就是像龟速一样的光速我们也达不到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光子是一种质量为0的粒子。质量为0意味着光子在运动时不受惯性的阻碍，它不需要额外的能量就能够达到光速。但是稍微有一点点质量的粒子就不行了。科学家使用大型强子对撞机做过实验，他们最高把质子加速到什么速度了呢？每秒钟299,979万2455米，每秒只要再多出3米就到达光速了。3米每秒是慢跑的速度，但就是这3米，就算是把全宇宙的能量都用上，也达不到。光速与绝对零度是一样的，只能无限的接近，但是永远也达不到。上面讲的是光速的问题啊，这些内容都比较直观，比较好理解。但是反常识的内容马上就要来了。这个理论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，叫做中曼效应。有人提出，星际旅行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不管去哪里，动辄就是上千年、上万年，人的寿命是有限的，怎么可能经历这么长的时间去旅行呢？这种说法只
说对了一半，因为他们没有考虑过钟慢效应。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指出，运动的钟比静止的钟走得慢，运动速度越快，时间走得越慢，接近光速时，时间就几乎停止了。咱们来举个例子，距离地球最近的河外星系是仙女座星系，两者间的距离是250万光年。仙女座星系发出的光要走250万年才能到达地球，但这是地球上观测者单方面的看法。在地球这个惯性系里，运动速度太慢了，但是在光子的惯性系里就不一样了，因为它本身达到了光速，所以它在宇宙空间中运行的时候，时间根本就没有前进过。也就是说，光子在一眨眼的时间就到达地球了。如果在未来，人类的技术能够无限地接近光速，比如说宇宙飞船的速度能够达到99.9999999999951%的光速，那就相当于把钟调慢了3000亿倍。也就是说，宇宙飞船用5分钟的时间就能够到达仙女座星系。咱们再强调一下，宇宙飞船上的惯性系不等于地球上的惯性系。对于宇航员来说，只用5分钟就到达目的地了。但是从地球上的时间来看，这艘飞船仍然是用了250万年的时间才到达仙女座星系。这样看，星际旅行也不是完全不可能。250万光年等于5分钟，1000万光年等于20分钟，1亿光年就是200分钟。用最粗略的方法计算，1亿光年内大概有94.6亿个星系。如果一个星系派1个人，地球上的80亿人就可以探索1亿光年内85%的星系了。这样看来，时间似乎不成问题了。在未来，人类是不是可以去探索宇宙边界了呢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咱们还得介绍第3个概念：宇宙的世界。根据宇宙大爆炸理论，宇宙诞生于138亿年前。那是否宇宙的大小就是半径为138亿光年的一个球呢？不是这样的。天文学家萨尔波尔马特、布莱恩斯密特和亚当赖斯发现，宇宙中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能量，称为暗能量。暗能量是时空结构的属性之一，与引力的作用相反，表现为一种斥力。大约在宇宙诞生50亿年后，由于宇宙已经膨胀得很大了，空间中的物质就变得越来越稀疏，这个时候暗能量就战胜了引力，宇宙开始加速膨胀。有人会说，从伽利略发明望远镜开始，人类观测太阳系已经好几百年了，没有发现空间膨胀的迹象啊。我们可以用一种玩具叫弹力彩虹圈来举个例子。彩虹圈被拉伸以后，每个环之间的距离只有1个手指的大小，但是从两端看能够拉出近1米的距离。空间膨胀也是这样，在太阳系这么小的范围里，膨胀是有限的，但是放到银河系、使女座超星系团甚至更大的宇宙大尺度结构上看，就会发现膨胀的速度是惊人的。宇宙空间的膨胀速度已经远远的大于光速了。这好像又产生矛盾了，不是说光速是宇宙速度的上限吗？为什么空间膨胀速度又大于光速了呢？所谓速度的上限，是宇宙中物质速度的上限。空间不属于物质，是容纳物质的一种结构，所以空间膨胀速度大于光速并不矛盾。因为光速与空间膨胀速度不同，宇宙产生了很多种定义不同的边界。今天我们只介绍最简单的。首先是138亿光年以内的距离，在这个粉圈之内，估计这个范围里大约有660亿个星系。从138亿光年到460亿光年之间，也就是这个黄圈里，估计有2万亿个星系。黄圈就被称为事件世界。在粉圈和黄圈之间的所有星系，对于地球上的观测者来说，永远不会变化了，就像是一张照片一样，他们的年龄被永远地停留在了那个时刻。但是黄圈并不是终点，宇宙还在膨胀之中，在未来黄圈的范围还会产生变化，事件世界仍然在不断的扩大。科学家计算，宇宙最终的边界将扩展到610亿光年，就是最外围的红圈。红圈就是尽头了，
就是未来人类所能观测的最大的宇宙边界。介绍了这么多，终于把基础理论介绍完了，现在进入到正式的旅程了，飞向宇宙的边界。这个思想实验是这样的：假设在近地轨道上有一艘宇宙飞船，这是一艘非常先进的飞船，可以以每秒钟10米的速度不断地进行加速。飞船走的是光线经过的路线，因为光线走的是测地线，所以不论大质量天体将空间扭曲成什么样子，飞船走的都是直线。现在飞船出发了，第1秒飞船飞行了10米，第2秒飞行了20米，第3秒飞行了30米。1个小时之后，飞船的速度达到了每秒35280米。2个半小时后，飞船掠过了月球。1周之后，飞船飞过了土星。11天后，飞船飞过了海王星，这是太阳系中最远的行星。在45天之后，此时飞船已经非常接近光速了，但它就是无法达到光速。原因咱们在第1点光速里已经讲过了。这个时候，飞船会遇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，就是相对于地球上的观测者，飞船上的时间走得非常的慢，近乎于停止。原因咱们在第2点中慢效应里也讲过了。再强调一下，现在是旅行的第45天，飞行的速度达到了光速的99.999999999951%。根据狭义相对论计算，飞船上的时间比地球时间慢了3000亿倍。宇航员发现，他们仅用了5分钟就到达了仙女座星系。前面咱们计算过了，又用了20分钟，他们走过了1000万光年。再用200分钟，他们走过了1亿光年。在宇航员离开地球时，宇宙的事件世界是460亿光年。按照这个速度，他们只要再飞64天，就能到达可观测宇宙的边缘。这样看来，似乎胜利在望了。但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当飞船飞过83亿光年之后，宇航员就无法回到地球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那里也没有任何物理的界限。到底是什么会阻止飞船飞回来呢？就是前面咱们介绍的第3个问题，宇宙的世界。在83亿光年之外，空间的膨胀速度已经大于光速了。即便他们现在调转船头，飞船也永远无法回来。假设飞船上有一台特别先进的望远镜，宇航员能够看到地球就在前方，但是无论他们怎样赶路，地球都会离他们越来越远。所以这是一条不归之路，只能继续向前。这是一次单向的旅行。有的朋友会问，飞行460亿光年，总共不就用了45加64天，等于109天吗？109天后会发生什么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109天后，飞船会出现在一片新成长出来的空间里，空间增长了，但是空间中的物质却因为空间膨胀而变少了。宇航员发现，可观测宇宙中的星系变少了，每个星系之间的距离都变远了很多，整个宇宙变得非常的暗淡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爱因斯坦指出，时间与空间构成了宇宙的基本框架和背景，时空是一体的，不可分割的。科学家以光年为距离单位，指光在宇宙中行走1年的距离，但是这个距离也有时间的属性，就是1个地球年。表面上看，飞船在膨胀的宇宙中前行了460亿光年的距离，实质上是他们在膨胀的宇宙中生存了460亿年。这就是光速旅行的本质，它的实质是以距离换时间，在光速下走得越远，时间就越趋向于无尽的未来。如果他们继续飞行下去，会发生什么事儿呢？他们会发现，由于宇宙膨胀，所有的星系都离他们越来越远，总有一天，宇宙中的星系都会暗淡下去，消失不见。最终，除了他们的宇宙飞船之外，整个宇宙里再也没有任何物质，他们进入到一片完全孤寂而又虚空的世界。空虚与孤寂，这就是宇宙最终的命运。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节目开头的问题了：人类能够到达宇宙的边界吗？就算是人类乘坐无限接近光速的宇宙飞船，也不能到达宇宙的边界。但是因为时空是一体的，
所以乘坐这艘飞船的人将径直地飞向未来，直到宇宙寂灭的那一天。这就是人类追寻宇宙边界的故事。在节目的最后，我想再聊几句题外话。这一期节目本来是要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，写着写着突然发现改成宇宙旅行更有意思，而且也不违反初衷。狭义相对论的基础就是光速，我突然想到了光子的命运。假如光子在前进的路上没有遇到任何物质，它就不会被物质吸收散射。光子是没有质量的，它不会像物质消失不见，它只会永远前进。由于光速旅行的本质是以距离换时间，所有的光子在无穷扩大的宇宙中，最终都会见证宇宙的寂灭。这是多么可怕的命运啊！那些不与物质发生作用的光子，一出生就意味着绝对的孤独，一出生就会陷入到永恒的黑暗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聊。